你可以想象吗？未来你餐桌上的那块鸡排，它不是养出来的，而是长出来的哦。没有农场，没有饲养，没有屠宰，更没有牛羊所排放的这些温室气体，而是在一台像啤酒发酵槽一样的机器里面，用细胞慢慢的生长分化而长出来的一块肉。我知道这个听起来很像是科幻电影，对吧？但你知道吗？目前在新加坡、以色列还有美国都已经上市了。更颠覆的是，这个肉它并不是替代品，也不是植物肉，它是一块真正的肉哦。大家好，我是 Dr. 静宁，微生物学博士、生物工程师。我喜欢用科学与故事带你看见这个世界真正的奇迹。那今天我们要聊的是未来食物革命 Lab Grown Meat， 实验室培养出来的肉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培养肉的诞生其实就跟养细胞一样，科学家只需要3样东西。第一个就是一小撮的肌肉细胞，它比芝麻还要小。第二个就是营养液、氨基酸、糖还有维生素。最后一个就是生物反应槽，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啤酒发酵槽一样，需要有个地方来养这些细胞。接着细胞就会在这个发酵槽里面慢慢的生长分裂，而形成了肌肉纤维。那这些都是真的动物细胞，它并不是组合肉，也不是植物肉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在动物内的生长环境，然后我们现在呢把它搬到机器里面是一样的。那为什么科学家要做这个研究？是因为目前的肉类系统对于地球的负荷已经太大了。举例来说，1公斤的牛肉，它就会需要用到我们1个礼拜的淋浴用水量。再加上畜牧业它所排放的温室气体更是大于全球的交通总量。那每年呢都有700亿只的动物被饲养以及宰杀，所以培养肉的出现就是一个解决方法，因为它既不排放甲烷，也不需要大量的用水，更不用土地来饲养，它也不会造成任何动物的伤害。更有趣的是，它的营养组成呢，还可以随着你的喜好来客制化哦。所以目前培养肉被称为是地球上最友善的肉类。我们讲到这里，我相信大家一定很好奇，它好吃吗？安全吗？价格又是如何呢？第一个，关于它的安全性，由于它是从实验室培养出来的肉，所以相较于传统的肉，它是更干净的。第一个，它没有寄生虫。第二个，它不需要施打抗生素。第三个，因为它不需要饲养，也没有饲养环境中的污染以及动物传染病的这些问题。那它吃起来是什么味道呢？在新加坡第一批培养鸡肉上市的时候，美食家评论它吃起来的味道更干净，也更嫩。最后就是它怎么卖。其实一开始因为投入了大量的资金来做研发，所以一开始出来的培养肉是非常的贵的，一块肉需要30万美金。可是，一直到现在，它只需要9美金。这个下跌的速度呢是非常的快的，价钱也是非常重要的考量。如果一块培养肉这么的贵，是不可能解决我上述所提到的这些问题，因为人们根本无法去购买它。如果你也觉得我今天分享的这个未来食物培养肉又科幻又真实，非常的有趣，记得帮我点个赞，分享给大家，同时订阅我的频道，这样你就不会错过我每一集有趣的科学新知分享哦。科技它正在重新定义自然，肉也不再是只能从动物身上取得，未来的餐桌上也不再只能是农场与牧场。所以最后我想要问你一个问题，如果没有动物受伤，没有环境的负担，你愿意吃这个新研发的培养肉吗？留言告诉我会或不会哦，我很期待你的答案。我是 Dr. 静宁，在科学里看见生命的奇迹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